停下！你们先不要动，除了西辽，我们没同别人宣战。我先去问问他们的来意。走。请问来者是何方兵马，意欲何往？小子，我们是谁，没有什么必要向你通报了。反正无论你现在是谁，过一会儿就会像其他蒙古人一样，将成为死尸的。每一次厮杀都会有人变成死尸的，士兵和将军都不能例外。不过，我们的成吉思汗并没有命令我们无故和你们交战。屈楚律太子是我们的盟友，西辽又是我们的睦邻。你们来攻打西辽，要杀死屈楚律，就是冒犯我们。告诉你们的统帅，准备用头颅赎罪吧。既然你们执意要打，那我们就奉陪了。哼！抓住他们，割下他们的耳朵，上！将军，我们是英勇的常胜军，不是无耻的窃贼。够了！你不要自以为是了，不要来教训我。算了，你们的火气还是向蒙古人发泄吧。左军右军散开，今天连一个给成吉思汗报丧的蒙古人也不必留下。可以开始了，啊！孩子们，这些远方的朋友们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甘蔗、甜点心、葡萄干、瓜干，还有你们从来没有见过的香蕉、菠萝、姜汁蜜枣。走吧，开开眼，去尝一尝吧。这样下去，非让他们吃掉不可。看来这些敌人还挺难对付的。郭将军，怎么办？用成吉思汗的掏心法，先攻打他们的两翼，等中间撕开口子，直取他们中军。好办法！孩子们，给我上！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挡住！挡住！给我挡住！孩子们，撤吧，不要给他们纠缠！追上蒙古人，不要让他们跑掉！别追了，不要上了他们的当，等后续部队上来再教训他们吧。
你说他们这算什么？回去禀告成吉思汗吧。等成吉思汗发令让我打回来的时候，我一定要活捉那个爱吃甜食的骄傲的家伙，他太无礼了。对，撤。走。远方的客人，我们伟大的成吉思汗规定，凡进入我们境内的外国商人，一律发给凭证。不过有好的货物，应连同货主一起送到大汗大帐，大汗会高价收买。愿为大汗效劳。哦，看一看，多好的盘子啊！上面还有印花儿，您买一个吧。伟大的成吉思汗，这种印花布叫什么？叫莫巴哈赤，是在非常非常遥远的地方一个叫莫巴哈赤的村子的特产。大汗喜欢吗？不错。啊，这种带织金的缎子什么价钱？每匹才卖30个金币，便宜吧？把他们3个带到府库去见识见识，然后把他带到金帐见我。是。走吧。走。把他们带进来。带上人。大汗，跪下。大汗，你看见我的府库了？看见了。你看我还缺点什么呀？应有尽有，应有尽有。哼，你竟敢用高出10倍、20倍的价钱欺骗本汗！我小人该死，我该死。来呀，把他的货物全部没收，交给段事官胡丞相作为赃物分配。把这个爱撒谎的家伙给抓起来！是啊，走。大汗，大汗，你的货物什么价钱呢？我们闻听了成吉思汗的威名，所以将货物奉献给大汗您。你很会说话呀！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瑟曼德尔。瑟曼德尔。你不远万里来到我国通商，是一件好事，我不会让你受损失的。起来吧。每匹织金料子可以给你1个金币，每匹印花棉布可以给你1个银币。不，我们即使有胆量吃一只活的4脚蛇，也不敢收大汗您10倍的高价。这是鼓励你们常来常往嘛。把这位爱说谎的朋友放了吧。你的货物也按同等价格收买。大汗宽仁大度，就像最后的海洋一般，有广阔的襟怀。最后的海洋？那是什么？就是在我们家乡北面的一片浩瀚的海洋。我只知道有东海、北海和南海。还不知道西边的陆地也靠着大海。除了他说的最后的海洋，西面还有大西洋，那更是无边无际。我多想去看看西边的大海呀！大汗如果有兴致，小人愿意为大汗做前导。好吧，以后再说。塔塔统啊，把在蒙古通商的凭证发给他们。是。这是你们通商的凭证。谢谢伟大的成吉思汗。谢谢。好了，你们可以走了。伟大的成吉思汗，我愿意做您的臣民，您答应吗？当然可以。你还可以在我的汗国卖你的货物吗？
谢谢大汗。成吉思汗是天下最伟大的君主，全世界有能力的人都愿为他效劳。你又在撒谎了。不，这绝对不是谎言。可你知道，只有我们的国王陛下，只有我们这个地方，才是最值得赞美的。老兄，依我看来，你一定是被过去的胜利冲昏了头了。不知道蒙古人有多强悍，我踏遍了多半个世界，我敢说，没有人能打败成吉思汗。喝茶吧。也包括我和我们的国王吗？你说什么？你不是说没有人能打败成吉思汗吗？我还是劝你一句，宁肯徒手去抓老虎，也不要去惹成吉思汗。真的吗？你惹了老虎，被吃掉的是你自己。而你惹了成吉思汗，那被吃掉的就不仅仅是你自己了。我先吃掉你和这些金银财宝。什么？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，我的老兄？把这个人和蒙古商队全抓起来，货物全部没收，张贴布告。我要处决这500个蒙古奸细。啊！不，你不要这样做！你真要这样做？不，别这样！饶命啊！什么？你说什么？都死了，一个也没剩。守城官把他们带到了广场上，宣布是蒙古的奸细，一刀一个，把砍下的人头举起来给人们看，好惨呐！简直惨不忍睹啊！续雨的沃南河水，不发一言的博尔汉山，他们可以作证。杀害无辜，他们是战乱的肇祸者。他们的马刀不是在疆场上光荣的取胜，而是杀了我499个手无寸铁的商人。我无法按耐心中的悲伤与愤怒。长生天，请赐给我复仇的力量吧。
向长生天祈祷了3天3夜了。决定了，马上派使者出使交涉，要他们交出凶手。我们是去通商的，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一定要惩罚杀人者。对杀人犯用不着言语，应该用刀子来说话。出兵征讨杀人凶手。你们已经流了太多的血了。如果他们不承认过错，还不做出忏悔，我本人、我的兄弟、异姓兄弟、我的儿子、我的孙子的血，愿意和你们的血流淌在一起。铁木真，你要走了吗？我要走了。你什么时候能回来？用不了多久，我就会回来的。你又骗我！我听说你要去的地方很远很远，你又是去打仗，我还能见到你吗？母亲，即使你能回来，我都快80岁了，你还能见到我吗？母亲。你走吧。
敌人如果把40万大军摆在了大河岸边同我们决战，也许我们20几万大军就真的到不了这里了。可是他们没有这么做，他带着11万人镇守他们的新都，10万人守卫旧都，保护太子和皇太后，其余的分散在各个城市，等待我们一个一个的去吃掉。这座东部边城兵力算比较多了，3万。但是我们不能让20几万兵马被他的区3万人牵制在这里，我们的马又上不了城墙。我决定把兵马分成4路，只留察合台、窝阔台率者别、忽必来、者勒灭攻打这座边城，其余3路分别攻取他们的其他边境城镇，然后在他们的新都会师，直捣敌人的心脏，活捉那个妄自尊大、自以为天下无敌的国王。无论现代战争还是古代战争，掌握了时间就掌握了主动，赢得了时间就可以缩短空间的距离。在成吉思汗的敌人预计还有很长时间才能到来的蒙古铁骑，突然兵临城下了。难道真的是蒙古兵来了吗？你有没有弄错？你看看他们骑的马就知道了。他们骑的不是马，是鹰吧？怎么来的这么快呢？城门关好了吗？关好了，现在才抢起来，怕是蒙古人已经站在大街上了。谁想到他们来的这么快？他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？杀了500个蒙古商人，却招来了50万敌军，这就是你干的好事。我杀的是蒙古奸细，你自己去向成吉思汗解释去吧。蒙古军的这次攻城战役，由于守城将士拼死抵抗，而进攻最终失利。随后，成吉思汗大军抵达了他们的第3大城市，并派出使者霍尔赤、塞曼德尔向这座城市的最高长官进言劝降。有人曾经预言，不需要多少时日，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地方将有一座城市被征服。这个城市就是我们这里。你们不要心存侥幸，在劫难逃啊！尊敬的学者，我从未听说过有这样的预言，这都是您自己编的吧？难道你没有看见成吉思汗的兵马像海潮一样将把这里淹没了吗？哪有什么了不起呢？成吉思汗在草原上可以称雄，可他们的战马还能飞到我们的城头上吗？不要忘了，他们曾经攻打过金和西辽的许多城市。你们这些武夫为了骑士的虚荣，就拿着百姓的性命去冒险。先人说过，赤手空拳不能阻止洪水奔流，靠2只脚再有力气，也不能减轻地震和雪崩。为一城百姓接受议和，也说不上是耻辱。尊敬的殿下，你应该做出明智的裁决。请蒙古使者。请蒙古使者。尊敬的使者。听说一些不明真相的百姓们打伤了你们，这虽然不是我的责任，但我仍然表示深深的歉意。没什么，在下深知殿下您的为人。这次我们前来是为了……我知道了。坦白地说，我的部下们，尤其是那些学者们，
他们都是主张议和的，因为他们害怕看到流血。您的副使萨曼德尔知道，在我们的语言里，这座城市的名字是学术中心的意思。那么学者们的意见理应受到足够的尊重。然而，我作为本城守军的统帅，在没有接到国王的命令之前，只有誓死守城的义务，没有开城投降的权利。请转告成吉思汗，如果我战败了，我和我的将士可以无怨无悔地付出生命，请不要殃及这些无辜的学者和百姓们。好。我一定将您的意思如实的转告给成吉思汗。多派护军送2位使者安全出城。这个守城将领倒是个英雄，可是他却不识时务，那他只有死亡。那呀，命令工匠们连夜打造云梯和工程器械。明天清晨，我要攻打这座城池。快点！把梯子抬过来，你把那递给我。很结实。来，快点来，木楔子。好，往上。好。上面再好，上面加固一下。往上面再加固一下啊！哎，好。那些可恶的学者们打开了城门，成吉思汗已经进城了。将军，我们该怎么办？你们都换上百姓的衣服，逃命去吧。你们也都走吧，都走吧。这里已经无事可做了。呼兰妃，你好些了吗？好多了。完全可以听从大汗吩咐了，多谢呼兰妃挂念。你怎么没进城去看看呢？这座城是他们这里的第3大城市，值得一看。我在抚慰受了伤的将士们，您呢？怕是另有原因吧？不错，我只希望看到战争之后的和平，却见不到和平之后的残忍。上天哪，结束这一切吧！快点！将军，怎么回事？蒙古兵已经攻进北门了。我的副将呢？让他带兵跟我一起退守要塞，等国王的增援。可他昨天晚上带兵偷偷突入重围，被蒙古兵给抓住了。哼，这个狼崽子！快让士兵撤进要塞。是。快准备！蒙古人要攻打要塞了，快挡住他们！
住他！整了面，你从另一边上去，不要让他溜了。快走，走！禀报成吉思汗，我们已经占领了整座城。那个罪魁祸首在哪儿？已经抓到了。好，办得好！告诉朱赤和察合台，把那个该死的贪财鬼给我押来，我要亲自处置他。是。不必来。伤亡了多少人？5000人。大汗，明安和耶律阿海从山东莱州派人快马传递来书信一封。长春真人他答应了吗？不，他拒绝了。他不来算了。打天下靠的是能征善战的勇士和这些能工巧匠，什么儒生啊、牛鼻子老道啊都没有用。哦，是吗？你不服？要不然明天你去爬阴梯攻城。不客气地说，你现在都不如这些做工的工匠。苏不台将军，你还不算笨。你还知道治工需要工匠，可治国需要有治国之将啊。古往今来，有多少安邦定国之将？孟子是一位，他曾经说过：“如欲平治天下，舍我其谁死？”三国时的诸葛亮未出茅庐而定3分天下，这些你就不知道了吧？什么孟子啊，诸葛亮啊，我不认识，我就认识你。你怎么样？大汗知道。啊，长胡子给木哈黎提出了一个在中原安民税收的建议。黄河以北恢复了工商农耕，1年所得税收超过攻打中都的全部缴获。真的吗？那有一个长胡子就够了，还要那个牛鼻子老道干什么？这个牛鼻子老道在储财之上啊。长胡子，哎，你马上再起草一份诏书，让驿站火速传到山东去，话要说得非常恳切，务必请他来教我如何治理天下。好，我连夜就办。将成吉思汗的文书射入城内，让他们投降。成吉思汗会保护他们的。是，就。城堡高大，听说守城的那位统帅是屡立战功的名将，估计会有一场恶战。大汗命令我们2个月后与大军会师于他们的新都城下。这块骨头再不好啃，也要把它拿下来。尊敬的将军，将军，打！
又有一座城丢掉了。你们说我们的常胜军为什么却变成了常败军？我们的城市都被人家各个击破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们分兵把关的战略是不对的，我们应该集中兵力与蒙古人决战。决战？如果决战失败了呢？谁敢保证决战不失败？父亲，别说了。现在我们要做的事，除了向上天祈祷之外，就是要修好自己的篱笆，不要让成吉思汗趁我们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打进我们的新都。好了，去看看防务工事怎么样吧。国王陛下，起来吧。国王陛下，论幅员，这座新都是诸郡中最大的；论土地，它又是诸郡中最肥沃的。它是人间最美的天堂。有一首古诗说：“若说人间有座乐园，那乐园便是我们的新都。若是把它与天堂相比，苦和甜能够彼此一般。”可惜呀，这座乐园将变成战场了。但愿这人间的天堂不要化为地狱，我就能坦然地去见我的先人们了。不会的，国王陛下，城里兵多粮足，一定会战胜蒙古人的。父亲，现在采纳我的意见还不算太晚。你又来了，你能不能让我安宁一会儿？蒙古人给我带来的烦恼已经够多的了。父亲，我们应该尽快把兵力集中到大和天堑一线，以逸待劳，再动员全城的百姓与成吉思汗决战。又是决战！成吉思汗最希望的就是要我们离开城池，同他进行野战，以便发挥他蒙古骑兵的长处。至于动员百姓，那更是无稽之谈。我们刚刚强制地收缴了他们3年的赋税，已经闹得是民怨沸腾。他们还会帮助我们吗？不，成吉思汗到来一定要屠杀无辜的百姓，践踏我们的家园，他们才会激起民怨沸腾。只要父亲您亲自率军决战，我们还会重振英勇无敌的雄风。我认为王子说的很对，我们的军队毕竟是无坚不摧的常胜大军。可是现在上天不再庇护我们了，在厄运没有离开之前，还是分兵把关，慢慢的消耗敌人吧。消耗敌人？成吉思汗的军队已经从入境时的20万增加到30万了。挑起战争的罪魁祸首已经完了，现在该轮到杀我使者，截击我讨伐西辽军队的那个国王了。听着，把前面这座城池给我牢牢地围起来，一只老鼠也不要放出去。我们总算是撤退的及时，否则我们被成吉思汗包围在城里就完了，我的灵魂就会像清风一样，直接从那里飘入了天堂。是啊，可我的灵魂没有和留在城中的几10万居民一起升入天堂。也许今后走到哪里也不会得到安宁了。听我说，将军，你不要难过嘛。等我们突围出来以后，我领你们寻找一个更有利的地形与战机。总有一天我们还会回来的。走。请听我说，英勇无敌的将士们，是我的家族把你们拖入了战火，却又在死亡威胁你们的时候，我跑开了，逃走了。我辱没了这战舰，辱没了我们光荣的军神，辱没了我们勇敢伟大的祖先和美丽富庶的国都。尊敬的王子，已经不可挽回了。
一个国王就这样在庆幸免于同他子臣一起赴难的心情下，抛弃了他的人民。而抛弃人民的君主，有哪一个不被历史所抛弃呢？我原以为蒙古人不过是个只会盘马弯弓的牧民和猎人而已，又因为母亲的缘故偏袒了他的侄儿，才激怒了成吉思汗这条蛮牛。没想到因为我们的轻敌，给我们带来了海啸般的灾难。你们这种有身经百战的勇士，还有德高望重的元老和重臣，你们都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帮助我摆脱目前的困境？请把你们的智慧和思考都告诉我吧。河中地区已无法挽救了，尽管我们不愿意发生这样的情况，可它已成为事实了。我们下一步应当防守所处的这个地区，把各处的人马集中起来，征集更多的人入伍，共同据守大河天堑一线，不能让成吉思汗的战马再继续向前方推进了。打不赢怎么办？我们能逃出蒙古人的追击吗？我们不是没有打胜仗的力量，而是缺乏打胜仗的勇气，还缺少成吉思汗的神奇的战略和变化多端的战术。而我们这些将领，很难在彻底战败之前学会的。所以我说，不能在这里决战，要退。往哪儿退？往南。这里已经是南部。不，再往南，离开这条给我们带来许多不幸的河流，离开蒙古人远远的。你的见解不错，进可以攻，退可以守，有道理。南部邻邦邀请国王陛下到他们那里去，他可以召集军队保护国王。哎，这倒是一条退路。我们到底有没有进攻的路？我们伟大的英勇无敌的常胜军已经变成常败军了吗？我说我的儿子，你不要在这里逞匹夫之勇。不，我认为将军刚才说的对，我们正是缺少战胜敌人的勇气。如果父亲要退，就请把军队交给我，让我和成吉思汗决一死战。国王陛下，我们向城中的百姓们收了后3年的赋税，不是为了危险来临的时候丢下他们，自己跑得更快，而是应该保护他们。这样我们才不会失去造物主的恩宠和百姓们的拥戴呀，父亲。王子殿下真的是在忧国忧民吗？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很简单，他一旦兵权在手，就可以拥兵自重，废掉王储，也许还会取而代之，一跃成为新的国王。我要割下你只会攻击和散布流言的舌头！都给我住手！放下武器！国王陛下！国王陛下，蒙古人来了！啊，走，快走！这个国王看起来还挺好客的，做好了饭他就走了。我看天快黑了，小心中了他们的埋伏啊！好，那咱们先吃饭，吃饱了肚子，然后再去追那个饿着肚子的国王吧。下马，吃饭！下马！下马！下马！国相，你说我们现在去哪儿？国王陛下，趁着黑夜的掩护，我们向南撤，撤得越远越好啊！只好如此了。但愿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，我能听到一个好消息。走，走！由于国王可耻的逃遁，成吉思汗只用8天的时间
就攻克了他们的新都。祖父，祖父，啊，我们大队人马已经全部开进城里边了，把城里的男女居民和士兵分成100为1队，正向城北集中呢。好，对于那些主动归降的守城将领们给予应有的保护了吗？归降的首领以及受他们庇护与他们有瓜葛的5万多人被准许留在城中了。好，大象怎么办呢？什么？就是那20头身披铁甲抵抗过我军进攻的大象，有长长的鼻子，有10只骆驼那么大的大象。对，大象是长长的鼻子，哎，好吓人的大象啊！啊！不，大汗是好可爱的大象。哦，你喜欢，那就交给呼兰妃处置吧，怎么样？是，祖父。穆阿图干，大象吃什么活命呢？吃草原上的草啊。那就还把他们放到原野上去吧。那怎么行啊？他可踩死我们不少士兵呢。那并不是他们的错，就赦免他们了吧。啊，说得对，他们是受人驱使才参与作战的，就赦免了他们吧。大汗真是一位仁君呐！啊，连几只大象都舍不得杀害呀！哎，你是不是说对这些人也要施以仁慈啊？哦不，我什么也没说。哼，他们抵抗了我8天，使我的士兵死伤了许多呀。可他们也同大象一样，也是受人驱使才参与作战的。啊，对这些人的处置，我倒有一个办法。哦，从这些人之中挑选3万有手艺的工匠，分给诸位诺言。哦，当然，那是老规矩。大汗不是担心我们这次征战缺少兵员吗？那么再选出3万青壮年，编成一支千军，随我军征战。可以。让他们立功赎罪，其余那些有罪的人呢？让城中的商人交出足够数量的赎金，把他们都赎回去。这样一来呢，穆阿图干父亲的汗国里可就多了许多纳粮赋税的臣民了。哎呀，长胡子的办法真是好极了。长胡子的话不能全信，对于那些反抗我最凶的敌人，我绝不饶恕。我要让有罪的人都受到应有的惩罚，让他们得到应有的下场。就这么定了。乃阿在，就按我说的意思，把有罪的人给我挑出来，我要亲自处置。是。长胡子，刚打下的这个城，你就不想进去好好看看吗？好啊！哎，长胡子，我跟你一起去。走啊，走啊，走啊！西夏大火。你们几个过来，好。你贡品要不要？当然要。给我。你看，高丽的人参啊！快点！快！搬，都搬到车上去。伟大的至高无上的国王陛下万岁！快封锁小溪，关闭城门，让那些东方的怪物、野蛮的蒙古人离开的越远越好。父亲，关于边陲的战事，究竟什么边陲？现在哪里还有什么边陲？蒙古人已经快要打到我们的心脏了。那我们怎么办？你们都自谋活命去吧。父亲，叫我干什么？你们说，你们都说说，有什么办法能对免除这场浩劫有所补益？算了，我不要听，也根本不相信你们所说的尽快决战的空话了。依我看，你还是赶快派人
去旧都，把你的母后和太后他们早点接出来吧。那里肯定是成吉思汗下一个攻击的目标了。去吧，都快去吧！我要让我快累断的腰早点躺在床上，舒展舒展了。你们都退下吧。陛下，国王陛下，什么事？是新都来人了。啊！快让他们进来。将军，请进。国王陛下，新都已经失守了。啊！才8天，我就损失了11万军队。在你来这儿的路上，有没有看到哲别的军队？既然新都已经失守，成吉思汗大军必然跟踪而来，赶快向南撤退！大人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这里是南部边城。逃跑的国王父子来过没有？来过。他说蒙古军队是不可抵御的，他自己的人马和这座城的守将都撤走了。哦，他跑得好快呀！他们往什么地方跑了？往南。你知道我们的法令吗？知道，你们不杀不抵抗的人。好吧，你找个人给我们当向导，我派一个人管理你们的城市。好的，你去吧。传令下去，大军不进城了，立即继续向前追赶国王。是。去。请问新都还有多远？到这匹马跑出汗的时候就到了，快上马！哎，可以问问你有什么急事吗？伟大的可伦太后成吉思汗的母亲，她的不朽的灵魂像闪电一样到长生天那里去了。你说，临终的时候谁在他身边？因为是半夜突然去的，身边只有何大安。他留下什么话了吗？他老人家只是不住地念叨一句话。什么话？他说：“我的铁木真在那儿，他怎么还不回来啊？”我的铁木真在哪里？他怎么还不回来？大汗！母亲，我对不起您。我把您亲生的儿子和抚养的儿子都带来了，没有给您留下一个为您养老送终啊！您为我们操劳了一辈子，可临走的时候，却这么孤单单、凄惨惨。我对不起您呐！
铁木真。阿妈，你不要离开我。阿妈不离开你，孩子，不离开。